美伊谈判注定难成，无人机月发射量首超俄罗斯。美伊打了1个多月，伊朗高呼取得历史性胜利，卡着最后期限就上了谈判桌。这一次摆上桌的是伊朗提出的10点幻想清单，美国注定不会满足伊朗的愿望。乌俄战场上，俄罗斯的能源设施已经被乌克兰无人机炸麻了。就在刚刚过去的3月份，乌克兰的远程无人机月发射量首次碾压俄罗斯。两大战场纷纷转向，美伊究竟能谈出怎样的结果？俄罗斯真的还能撑下去吗？说起来也够滑稽的，伊朗嘴上可是相当高调。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声明说，伊朗几乎所有目标都已实现，敌人遭受历史性和彻底失败。听起来好像伊朗大赢特赢了一样，结果喊着赢赢赢的伊朗低头就认了巴基斯坦牵线的停火方案。双方同意从4月10号开始，在伊斯兰堡展开为期2周的谈判。外长阿拉格齐似乎也知道这种前居后攻的姿态实在有些难看，所以他特意强调说，停火不等于结束战争，只是在谈判敲定细节之前暂停一下。其实就是在战场上没占到便宜，只好到谈判桌上找补。随后他公布了一份10点计划，直接给火力军看笑了。这哪里是什么谈判方案，分明是伊朗朝着美国列了一份幻想清单。这10点里明确要求，美方必须接受伊朗的铀浓缩活动，解除所有1级和2级制裁，释放被冻结的海外资产，美军作战部队全部撤出中东，并承诺美以不再进一步袭击伊朗，还要与伊朗武装部队协调，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并签署协议，确保伊朗在海峡的主导权，停止包括黎巴嫩战线在内的所有战争，终止所有联合国和 IAEA 相关决议，还有美国全额赔偿战争损失。火力军原本以为这些要求已经够离谱了，结果还有一个特别逗的，伊朗要求协议必须写进安理会决议，使之成为国际法，以便产生有效约束。也就是说，德黑兰想让美国签字画押，然后让联合国背书。一句话总结伊朗的态度，就是虽然我没打赢仗，但你美国得按输的标准赔。这谁看了不得说一句白日做梦？伊朗当谈判桌是什么？是许愿池吗？其实伊朗的逻辑也很简单，他们还是太支棱了。按照他们的思路，不用看这段时间的损失，只看自己的反击。只要我还在反击，你别管我导弹打了多少，有没有打中什么目标，反正我就是赢，还是赢了美国。我都赢了，谈判的主动权肯定在我手里，我自然得多提要求。所以这10点要求可以说是条条都往美国红线上踩。如果不是要和谈，美国人的反应大概都是你怎么敢的呀？火力军可以说这10点要求一定不可能得到满足。首先是最核心的铀浓缩问题，这就是一个绕不开的死结。美国从开战第1天就咬死了伊朗不能有核武器。美国的顾虑很简单，伊朗这群人就是不计后果的疯子，不管3721只管发射。如果让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发展核武器，未来的后果将无法想象。所以对美国来说，伊朗必须永久停止本土铀浓缩，移交60%高丰度浓缩铀库存，拆除纳坦兹、福尔多这些关键核设施。说白了，就是要伊朗彻底断掉拥核的路，这就是美国动手的初衷。如果美国在这一条上松口，那这场仗不是白打了。但是伊朗坚称铀浓缩是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拒绝零浓缩要求，以及拆除福尔多、纳坦兹等设施，只肯在暂停高丰度铀浓缩上让步。这个态度也搞笑，嘴上喊着可以暂停高丰度铀浓缩，但是核设施在那里放着，60%浓缩铀也还在。哪怕真的签了协议，对于伊朗来说，偷偷搞浓缩铀也不是什么新鲜事。这些年，国际原子能机构跟德黑兰玩了多少回猫捉老鼠，伊朗每次都是在被发现、被谴责、再偷偷搞的循环里打转，所以伊朗给出的让步几乎等同于没有。一条红线，两边各占一头，还有以色列在一边看着，这种情况下还想和谈，怎么可能？这一个问题谈不拢，更别提还有别的问题。第二个死结在于地区代理人，伊朗要求的是美以结束对抗轴心所有成员的战争。美国你得停手，不能再拿我小弟，还得管住以色列别乱动。这简直是让美国自负双手，看着伊朗的代理人武装在中东做大。如果按照伊朗的要求把这些写进国际法的话，那德黑兰的算盘未免打得太精明了。战场上没占到便宜，就想通过谈判让美国承认其代理人势力的合法性，甚至赋予其免死金牌，这绝无可能。美国发动这场军事行动的目标之一，就是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地区安全的威胁。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这些被伊朗武装起来的地区打手，长期袭击美国盟友，威胁国际航道，破坏地区稳定。让美国停止对他们的打击，等于允许伊朗继续通过这些触手对中东进行低成本扩张，这完全违背了美国及其盟友的安全利益。伊朗想用一纸协议保住自己经营几十年的地区网络，这无异于痴人说梦。
以色列可不吃这一套。据耶路撒冷邮报报道，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明确表态，支持特朗普的停火决定，但有一个关键前提：停火不包括黎巴嫩。以军针对真主党的攻势仍将继续推进。在这种情况下，这一条还能有多少谈判空间？地区代理人的账还算不清楚，就更别提霍尔木兹海峡了。前者还只是地区问题，后者直接上升为国际问题。伊朗在这上面的态度很简单，那就是从今以后，我要把控这条石油运输的咽喉要道，这个地方就是我的收费站和军事管控区。这段时间以来，伊朗就是这么做的。此前利用这条航道，伊朗大捞特捞，现在也没停。据消息人士透露，哪怕答应了特朗普停火，并且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依然决定在此期间要对通行船只收取天价过路费，筹集到的资金将用来重建。而且开放海峡也是有条件的，必须要与伊朗进行协调，也就是说还是要看伊朗脸色。美国要的可不是这种开放，而是要彻底无条件恢复这条水道的国际航行自由，剥夺伊朗将其作为战略武器和谈判筹码的能力。全球贸易的动脉绝不能掌握在这样一个国家手里，所以在霍尔木兹海峡上也不存在谈判的余地。再说解除制裁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美国最容易松口，毕竟绳子不能勒太紧，偶尔也得松一松，不然真让伊朗发疯，这笔账不划算。而且这一项内容的操作空间远比其他内容大多了。按照美国之前的想法，这项可以分阶段按条件来。伊朗达成美国的什么条件，美国对应解除一部分。毕竟这些制裁不是一下子就推出来的，攒了几十年，现在德黑兰狮子大开口要一笔勾销，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伊朗就是非要一口吃成个胖子，所有1级、2级制裁都必须解除，被冻结的海外资产也要释放。据估计，这笔钱的规模将高达数百亿美元。那双方只会陷入一个死循环。美国觉得伊朗得先办事，总得拿出诚意，自己才好解除一些制裁。伊朗觉得美国就应该直接解除，不用多谈。双方都在等对方拿出诚意，结果只会是僵局。把这些问题放在一起看，很容易就能发现，双方的诉求压根没有多少重合的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启动停火谈判，能抹平之间的鸿沟吗？答案很明显，不太可能。美伊双方未必不清楚这一点，但他们都需要这样一个窗口。这场谈判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达成协议，而是为了争取时间。先说伊朗，他已经快被经济勒死了。战争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运量从日均1500万至2000万桶，骤降至不足200万桶。伊朗的石油出口命脉几乎被自己掐断，但伊朗的石油收入占其财政预算的35%以上。这条财路一断，本就千疮百孔的经济立刻窒息。据相关数据分析，伊朗官方年化通胀率已飙升至68.1%，食品价格涨幅突破110%，迪亚尔对美元汇率暴跌至140万比1的历史冰点。一张面额1000万的迪亚尔新钞在黑市只能换到约7美元，买2斤牛肉都勉强。首都德黑兰每天断电8到10小时，全国供水管网瘫痪，医疗系统药品短缺率超过30%。仗再打下去，不用美军动手，内部的社会经济崩溃就足以让德黑兰政权垮台。所以伊朗接受停火根本不是因为赢了，而是因为再不喘口气，面包都买不起了。军事上也好不到哪里去。经过数周密集空袭，从关键领导层到导弹发射器，再到军事基地以及各种生产设施，几乎被炸成了筛子。如果继续跟美国硬碰硬，特朗普的话就将成为现实，那些基础民用设施就是下一个目标。这种代价伊朗赌不起，所以伊朗必须谈判。对美国来说，特朗普急着停火的第一个原因是油价飙得太离谱了。战争爆发后，油价一路狂飙，最高冲到过每桶146美元，创下了2008年以来的最高纪录。这种价格放在任何一个经济体头上都是灭顶之灾。主要原因还在于美国的中期选举，如果再和伊朗拖下去，将会严重影响其中期选举的结果。所以停火2周，既是给油价降温，也是给选情止血。那么这场谈判的未来会怎样？火力军可以大胆预测，大概率是双方在核心条款上互不让步，谈判走向破裂。然后特朗普设定的最后期限再次生效，美军对伊朗关键基础设施进行毁灭性打击，冲突进入更残酷的阶段。别忘了，美国抽调过来的舰队还有海军陆战队还没派上用场，小概率达成一份临时的模糊协议。但是这份协议一戳就破，因为时间不够，短短14天，想弥合在核心矛盾上的巨大鸿沟无异于天方夜谭。此外，双方国内都有强大的阻力，美国共和党内的鹰派和以色列绝不会接受一份对伊朗软弱的协议。伊朗的革命卫队和保守派势力也将誓死捍卫其核计划和地区代理网络，这种反对声音必将会影响双方的谈判对策。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双方缺乏最基本的互信，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自己都承认对美方抱有完全的不信任。在这种氛围下，任何协议条款的执行和监督都会成为新的争吵点。
现在就看接下来的2周双方打算怎么谈了。这边进入短暂的缓冲期，乌俄战场上一个真正改变战争逻辑的数字已经摆出来了，乌克兰的单月无人机发射量已经超过了7000架。据 ABC 新闻报道，法国分析师莫兰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和乌克兰空军发布的每日数据进行了交叉分析，最后得出一个结论：2026年3月，乌克兰单月向俄罗斯方向发射的远程无人机数量首次超过了俄向乌克兰方向发射的数量。具体来说，俄罗斯国防部称，3月份击落了7347架乌克兰无人机，日均237架，这是开战以来俄罗斯报告的最高月度数字。乌克兰空军则报告，3月份遭遇俄罗斯无人机6462架，以及各类导弹138枚，日均208架，无人机拦截率高达90%，7347对6462，打了4年，乌克兰在远程无人机这个关键指标上第一次完成了反超。就在开战前几年，俄罗斯的无人机袭击量一直是乌克兰的好几倍，这个反超不是靠运气，而是靠产能堆出来的。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博耶夫在北约作战部队发展框架会议上宣布，2026年乌克兰计划生产超过700万架各型无人机，2025年的时候还只有400万架，现在直接翻倍增长。而俄罗斯那边按照乐观估算，2026年全年产能大概只有200多万架。产能上的差距很快就反映在了战场上，每一开战把油价推上去了。普京本来是坐收一笔战争红利，结果这边收着钱，那边乌克兰用无人机烧着钱。据金融时报报道，乌克兰对俄的2大石油出口枢纽普里莫尔斯克港和乌斯季卢加港发动了5次袭击，2个港口一度停摆。这2个港口加起来承担着俄罗斯40%以上的海运石油出口能力，他们的停摆对俄罗斯的油气收入影响巨大。根据基辅经济学院分析，俄罗斯能源出口在1周之内损失高达将近10亿美元。仅仅普里莫尔斯克港就有价值约2亿美元的石油在无人机袭击中被烧毁，而这还只是开始。据路透社报道，俄罗斯第4大炼油厂卢克石油旗下的夏诺夫格罗德炼油厂，在4月5日被乌克兰无人机击中后，直接宣布停产，汽油、柴油、燃料油的销售全部暂停，至少要到4月底才能恢复运营。这座炼油厂年处理能力1600万吨，是俄中部地区的主要油品供应商，现在说停就停。同一个晚上，新罗西斯克港的谢斯卡里斯石油码头也被无人机点燃，大火烧了整整1夜。最讽刺的是，俄方消息人士透露，波罗的海地区的袭击证明，乌克兰在远程无人机生产方面已经超过了俄罗斯。更有意思的是，据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透露，合作伙伴已经请求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设施，因为全球能源危机实在扛不住了。换句话说，乌克兰的无人机打得实在太准太狠，已经达到了让盟友都不得不来求情的程度。紧接着，泽连斯基喊话俄罗斯，双方进行能源停火，只要俄罗斯停止攻击能源设施，乌克兰就对应停手。结果俄罗斯连个正式回应都懒得给，这种沉默本身就是一种回应，俄罗斯不能停，因为一旦停下，就说明乌克兰的无人机打得实在太疼了，俄罗斯没有还手之力。其实在此之前，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已经不得不公开承认，俄罗斯无法确保对能源设施100%的保护。一个曾经号称世界第2军事强国的国家，现在连自己家门口的炼油厂和港口都保不住。这话从佩斯科夫自己嘴里说出来，比任何媒体的分析都更有分量。不过就算俄罗斯答应能源停火，其诚意也值得怀疑。俄罗斯这个国家毫无信用可言。2026年1月底，考虑到严寒天气，希望双方停止打击能源设施。普京当时倒是给面子点了头，乌克兰相应保持了克制。结果所谓的能源休战仅仅维持了4天，4天后的夜间，俄罗斯发动了大规模反扑，泽连斯基当地就发起谴责。要么俄罗斯认为一周由4天组成，要么他们就是在压住战争，故意等到最冷的那几天再动手。那份所谓的能源休战没有任何书面约束，莫斯科完全就是把它当成掩护，借此机会囤积弹药。泽连斯基有了前车之鉴，自然也很清楚俄罗斯的尿性，所以这招表面上是递橄榄枝，实际上是给俄罗斯挖了一个两难陷阱。接意味着克宫正式承认我被打疼了，只能求乌克兰高抬贵手；不接，我的诚意拿出来了，是你俄罗斯不愿意，那就继续炸。反正乌克兰的无人机月产量已经压过俄罗斯，这段时间也把俄罗斯的防空系统炸成了筛子。波罗的海港口的石油运输量跌到了2022年以来的最低点。最后克宫只能保持沉默。不过俄罗斯一向很会找补，在这方面拉了面子，就在其他方面找回场子。这一次他们瞄上的目标是日本。我这边被乌克兰无人机打得焦头烂额，你日本竟然还敢和乌克兰进行无人机合作？事情的导火索就是日本无人机企业地球无人机与乌克兰作战无人机开发商惊奇无人机已经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将共同开发新型拦截无人机，最高时速可达300公里。
远超俄伊使用的见证者，而且拦截无人机的成本极低，单套系统仅需2000至3000美元。日本先进的制造工艺和品控体系，结合乌克兰的实战经验，这套组合拳一旦打出来，乌克兰的无人机产能和打击效率都将再上一个台阶。对俄罗斯来说，这无疑是噩梦的升级版。敏感肌发作的俄罗斯被这样简单的合作炸得直跳脚。俄罗斯外交发言人扎哈罗娃发表声明，将日本与乌克兰在军事无人机技术领域的合作定性为对俄罗斯安全利益的公然敌对和损害。扎哈罗娃在声明中直接把威胁摆在桌面上，对俄罗斯和公民构成威胁的无人机以及在乌克兰制造这些武器的生产设施都是俄军的合法打击目标。反应这么大，恰恰暴露了俄罗斯的焦虑。而且更讽刺的是，莫斯科现在除了放狠话，几乎无牌可打，俄日关系早就彻底破裂了。扎哈罗娃一通输出，自己急得直跳脚，对日本来说不痛不痒，谁会理你？而且俄罗斯现在就急成这样，以后可怎么办？乌克兰的军火库可是又添了一件大杀器。4月初，乌克兰海军对克里米亚西北约60到80公里处的西瓦什钻井平台发动了一场打击。据基辅邮报报道，乌克兰海军正式确认，在这次行动中，瑞典制造的RBS-15贡尼尔反舰导弹完成了它的战场首秀。这款导弹最可怕的地方就在于它近乎变态的掠海突防能力。它的巡航高度极低，几乎是贴着海面飞，雷达反射面积更是小到只有惊人的0.1到0.2平方米。对俄军现有的防空系统来说，要在茫茫大海上捕捉这么一个小目标，难度可想而知。乌克兰海军还透露，这种导弹抗干扰能力极强，一旦锁定目标，基本就没跑了。更关键的是，它不仅打得准，还打得远。MK3 型号射程超过200公里，最新的 MK4 型号更是能达到300公里。除此之外，瑞典还准备给乌克兰送来鹰式战机和射程超过200公里的流星空对空导弹。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乌克兰只会越来越占上风。当乌克兰的远程打击能力从单一兵种进化为海陆空天一体化的豪华阵容时，俄罗斯能做的恐怕也只有自己生闷气了。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美伊和谈最后会谈出什么结果？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